再录一段吧。现在我站这位置呢，是故宫的这个东华门啊，明故宫的东华门。昨天走到这儿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没电了，它没录上啊。今天早上来完之后再录一遍，然后顺便上那边那南京博物院看看去啊。这个昨天呢，咱们看了这个西华门呢，西华门给拆的，就剩下底下这几个台子了，上面这都没了啊，上面这都没了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相对来说完整一点。昨天我说错了，昨天我怀疑那个西华门可能是这个洪天王拆的，但是刚才看那个故宫里头那个遗址陈列馆，人家说不是，是日本人呢，他在占领南京之后，在明故宫这个地方修机场，就是民国年间吧，就是清朝完蛋之后，民国年间，在这个明故宫遗址上还能看上点东西。后来这日本鬼子一修机场，把什么东西都整没了。因为明故宫它在这个清朝的时候是清军的驻防城嘛，是满城嘛，所以多少还有点遗迹啊。洪天王拆的也不是那么利索啊，比较难拆的，比如你像这个城门，他没拆了是吧？所以说后来日本人一修机场，把那个他又拆了不少东西，比如说他把设计祭坛呢，还有把那个西华门呢都给拆了，那是日本鬼子干的事儿啊。但这个东华门呢，可能他不碍事就没拆啊。所以现在故宫呢，剩下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两个门吧，一个是东华门，一个是午门，它就这俩门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西安门，这西华门就彻底的就是剩几个台子了。这东安门找都找不着了，北安门就彻底连成大马路了是吧？就这么一个状况是吧？它这个东华门呢，它也是一个城墙形制的，它中间是3个门圈是吧？然后上面过去是有建筑的，它那个形式跟北京东华门一样啊。底下3个大门洞，但是我记得北京东华门的门洞好像是方形的，是吧？这好像还真就是没有印象，我记得好像是方形的。它这个，但是它这南京的是这个拱券形制的，是吧？然后底下是条石，上面是砖，然后底下还有那个须弥座啊。就这么一个状态，就这么一个状况是吧？啊，哎呀，这南京故宫啊，真是这个给破坏的呀。其实近代对南京破坏，满清啊可能还不是那么严重，因为满清毕竟是想把明故宫作为它的满城使用嘛。它有些东西像是当然皇宫大殿啥的，肯定它都得拆了。那你说一般的一些殿宇，可能它还有所保留，那洪天王跟日本人来了之后，那就难说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一个是太平天国，一个是侵华战争啊，这2场战争对于南京故宫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啊。南京历史上啊，等于说是3次遭到浩劫，一个是太平军在南京折腾这么长时间。因为太平军他进了南京之后，他不是给你好好建设，他很快发生内乱了，就发生那个天津变乱了。你就算天津变乱，太平军自己杀了好几万，那他对于这个南京城市的破坏可想而知啊。当时就是因为清军当时并不知道南京城里发生啥事了嘛，是后来怎么知道南京城里出事了呢？就是长江下游的清军啊。发现从长江上游南京那方向往下飘尸体，而且越飘越多。然后看穿的衣服都是，因为他那个太平天国那帮人他不留辫子嘛，看他的发型，这才知道南京城里出事了。也就是说，清军是怎么知道天津变乱的？他是通过南京城那个地方往下飘尸体，他才知道的。你算太平天国他自己杀了好几万人，就是首先天王杀东王，后来北王跟那个翼王跟天王他们之间又干起来了，最后把大报恩寺塔都给炸了，那对于南京破坏相当大。然后后来湘军进南京城，那又烧杀抢掠了一会儿。本身很多建筑材料在天王府还能找着，后来他把天王府给整没了之后，那就彻底找不着了。这是2次。然后呢？国民政府来了之后，国民政府那时候他文保意识也不是那么强，所以他又弄没了一批。
等到了最后日本人来了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那日本人简直那就是吧，哎，禽兽一样了，那就是。结果最后到了咱们建国之后，咱们还得有这个文保意识。等到咱们70、80年代开始有文保意识，开始注意保护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不剩下啥了。所以南京故宫啊，这个命运呢，简直是它这个大门呢，也是一个跟昨天看那个西华门一样啊。首先是门槛儿，然后有2个门轴啊，2个大门轴子啊。然后呢，这块是门栓的孔啊，应该插门栓的孔，应该是。这边没有，这边还真就不是没有，它这边它出现一个拱券儿，这应该是后来改建的，它把那门栓孔给整没了啊。然后底下是这些须弥座啊，这种云纹的须弥座啊。然后它这个里头呢，我怀疑这个，我昨天怀疑，因为我昨天看那个西华门的遗址，它只有一层台子了嘛，所以说我看这个槽儿，我感觉它可能是有闸门的啊。但现在咱们看这个东华门，它保持的比较完整啊，它上面果然是有一个槽儿啊，所以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南京故宫的城门啊，南京故宫的城门，它应该是有闸门的。啊，通过这个槽，我们发现南京故宫的东华门跟西华门应该是有闸门的。也就是说，南京故宫的东华门跟西华门它是2道，外边有一个就是开合的这么一个门啊，然后里头有一个上下放着这么一个闸门啊，这是我的一个发现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时间很长了，这个门的时间非常长了啊。它上面的一些就是说石灰岩的物质，就是年久失修之后，它往下渗水嘛。啊，上面已然就是在地下已然形成了类似钟乳石的东西啊！你看，在地下已然形成类似钟乳石的东西啊，它上面的石灰啊，还有一些石灰岩的东西，它往下渗，它已然形成了这种实质的类似钟乳石那样的东西啊！这个年代非常久了啊！我不知道现在上面可能现在上面做防水了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如果一直这么渗的话呀，它这个。底下很多，比如它这个束腰带上，它这个须弥座的束腰带上是有花纹的，但现在它这个洞的花纹几乎就看不见了啊，已经都给水蚀的都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看这是白色的一个东西啊，硬的，这东西是硬的啊，石灰岩制的东西，这是也500、600年了是吧？大体上这个地方东华门就是这么个情况，然后那边呢。我还没法拍远景，因为那边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隔条河那边是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，这个也应该是金水河里的水，也就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，它是建在故宫里头的啊，而且它建在啥位置呢？它应该是建在文华殿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那个东华门嘛，它这个地方是东华门嘛。所以说，它往这边去的话，就应该是明代的文华殿和东宫的位置，是吧？所以说，等于说是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它是建在故宫里头，建在文华殿那个位置上。所以说，现在你想考察说明代的文华殿什么样，你考察不了。为啥考察不了呢？你这个是吧？你这个，你要考察这个地方，你还得把那个校区给拆了。也只有在他学校它内部搞些建设的时候，你可能才能发现故宫的遗迹吧。你可能才能发现故宫的遗迹是吧？你看这个东西，它已经跟那个就跟岩洞一样，我操，还往下漏水呢。现在南京是要下雨了，还在往下漏水呢。刚才一个雨点儿，一个水点儿打我脑袋上了，也就是它现在这个防水还是没做好，还在往下渗水啊。它这个已然跟钟乳石一样的，非常的可怕了，这地方已然跟钟乳石一样。
它这个门道，它这3个门道的设置是一样的，都是这种门轴、门槛儿。这边这门轴还坏了，然后这边这个双孔也没了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闸门的这个槽子，这是闸门的槽子。过来我这么安排的呢。哎呀，南京今天要下雨，这个气候也比昨天要冷一点了。3个门洞都看看，哎，这边这个御道石还保留着呢，这边的御道石还保留着呢，这都是老的御道石。啊，哎我的妈！这边上面连门券都给拆没了。哎呀，所以说你就知道啊。所以说你看现在，你老说东北怎么样？那东北沈阳故宫现在保留还挺完整。你看东北，它民国时候啊，哎，还真就是东北还就没怎么打仗。然后张作霖这些人，他对沈阳故宫保护还挺好。所以说你有一说一，你说这东北，你老说东北，嘿，老说东北是蛮荒之地，但是蛮荒之地沈阳故宫可保留的挺好。哎呀，这繁华锦绣地，温柔富贵乡，这宫殿它就差点意思了，就差点意思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事儿啊，咱也别老说，嗨，就那么回事儿吧。人类社会其实就都那么回事儿。你看，真的，你看在这个沈阳，它不止故宫保留下来了，它的这个北陵啊、东陵啊，包括关外的福陵啊，这都保存下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抚顺那边的福陵不都保存下来了吗？南京这边你看看，真的，你看沈阳北陵，它整个的城门呐、享殿什么的、配殿啥都保留下来了。你再看看这个南京这几个陵是吧？哎，南京的孝陵你看看去，上次我去，我的妈，那孝陵除了一个坟包之外还有啥？啥都没有了。除了一个坟包，还有一个宝城之外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唉，所以说呀，它文明的地方啊，它繁华的地方啊，它人呢比较精明，是吧？怎么说比较精明呢？他一看这个没人管，他就稀里糊涂就把这儿都给拆了。倒是东北人比较木讷啊，不知道拆城砖啊。当然，这也在东北近代，它除了这个第一个是9·18之外，还有第二个是解放战争之外，它没有遭遇特别大的战乱。没有遭遇特别大的战乱，它不像南京这地方，它从太平天国开始打了多少气儿，尤其那日本鬼子来了之后，那帮人他妈穷凶极恶的。他又不中国人，这也不是他的文物，他也不管你。据说这个南京城墙还是要申遗的，但这破玩意儿咋申遗啊？这啥都没了，咋申遗啊？真的，我就是在那个南京博物馆看，那个还不叫南京博物馆，就是南京城墙博物馆。他说这个南京城墙现在正准备申遗呢，世界文化遗产，正准备升世界文化遗产呢，但是它保存到这个程度，真的我觉得没法申，就是不是说你重要就能申上，就是你得保存的比较好。南京城墙，尤其它宫城保存的、皇城保存的，它啥都没了，这怎么申的这玩意儿？我就表示怀疑哈。好了，我绕了一圈了，录了10几分钟了，也就这玩意儿了。因为它算是南京宫城啊，除了午门之外，这个东华门算是保存比较好的了。
所以我拍了10多分钟。其实它没有值得我拍10多分钟的地方，是吧？但实在这南京故宫它也看不着什么呀，就是这几个门，还属它保存的还算是最完好吧。因为午门那个雀楼都没了嘛，就它这东华门还有3个门洞保存还挺好，包括它这个登城的这个道啊，还保存下来了。这个道它是原来的不是？这我就还真就说不清。这个道是不是原来的，我还真就说不清啊。就算是原来的吧，它登城的道还保存下来了，所以说这就算不错了啊。行了，这段我就录完了，这可能也是我这次南京之行的最后一段视频了。然后今天我就回家了啊。